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咱们来玩的是银河玩具社出品的极小系列毁灭者，也就是小飞震天了。盒子包装二次元的峰会效果，其实画的是名场景啊，86大电影里边登上汽车人城的那个战斗场面。背后这张图画的就很有梗，红蜘蛛的这只脚，飞震天打败之后变成了一把枪的形态啊，下一秒红蜘蛛就会把它从太空里边扔出去。纸品方面本身是一张开页的说明书，但是呢，我这个中奖。咱带成了警车的说明书，你这配件内容：紫色的透明小流星锤，这一块其实韧性还挺好的。透明的紫色大宝剑，小宝剑，给擎天柱来了个致命伤的枪。哎，别看只有这么一点点啊，跟我指甲盖对比一下，你看细节造型刻画的还不错，还原度。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头盔。也是可以戴在脑袋上。剩下的配件内容在枪形状态下可以装载嘛，在人形状态下也可以通过一个连接器把它都组成一个武器炮架子。哎，威震天两个手跟这样握着，效果还不错吧？我们把这小手摘下来，其实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插装形式，这两块对折，炮管子、消音器。靠这样的一个零件去连接，虽然说这小玩意儿的说明书带错了，但是相对来说变形还是比较简单的。人形我们360度看一下，哎，竟然还不错啊！背包的这一块其实整合的也挺好的。人形的一个身材比例、美型效果，哎，作为一个极小系列的玩具来说，能把握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厉害了。到头顶的高度只有7公分左右，拿起来沉甸甸的，很有分量。银河玩具社呢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极小玩具，合金多，背后的炮管、胸口的这一块以及双腿，这些都是合金的零件，拿起来挺有质感的。而且这个合金零件的上漆和塑料的这个底色色差也不是很明显。包括身上的一些细节点缀刻画，也是因为太小了。其实这个头雕，你在这个尺寸下看还不错。我现在这是怼脸上拍的，所以呢，光学镜感觉会有一些溢漆。作为一个5毫米左右的脸庞来说，上色难度确实有点大。腿部内侧并没有很明显的头胶空洞，甚至还做了一些花纹，而且还做出了这种喇叭裤的效果。这个曲线弧度做得很好看。裤衩的这一块。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中奖了吧？就这个地方，哎呀，伤疤啦，还有这些，这是水口吧？这块比较粗糙啊，很难看，尤其这是正面啊。屁股后边这里是这样的，但是呢，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个件是个尼龙件。哎呀，注塑住的这块有问题啊！而且腰部裙甲这一块的折叠，老威是一个高腰裙甲。这一块专门做了一个双段的关节，可以把它提上去。可动的话，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点头抬头也有挺大的幅度。肩膀位置为了造型好看，贴近了一些啊，其实应该再往出拉一段，这个样子就可以平举胳膊了。360度旋转，这里边也是一个球形。二头肌根部这里可以旋转，屈臂可以达到90度，手腕是不能动的啊，但是变形需要可以上下这么抬。也就是小臂内侧这里，这一块击锤的位置会显得有一些偷胶，这块并没有用盖板堵起来的。这么点的一个玩具，再做盖板，其实也没有多少空间了。腰部360度旋转，独立的弯腰关节，幅度还挺大的，可以弯到90度。裙甲这里是不能打开的，但是它可以通过下拉胯部，实现前踢、后踢，打开以后的侧踢。这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膝盖的位置弯折可以达到90度，但是大腿根部的旋转是实现在这个球形关节的开口球腕上的。脚踝左右接地，这些关节倒是也都有。在这么点的一个尺寸上面能做出这样的人形效果，其实也算是难能可贵了。再加上整个的一个合金件的质感非常的爽，拿起来挺有分量的。我很喜欢这种压手的感觉啊，就是这一块的裤衩，看一看。大家拿到手以后会不会是这样的现象？还是我的个例中奖的？而且握在掌心里边这么点的一个小威震天，非常的精致啊！这就是极小玩具的这种魅力吧。那我们进入变形过程，首先第一步，老规矩，把臂炮摘掉。手腕这里要旋转一下，通过这一块的转动，把拳头藏了进去，后边的半个击锤立起来。接着小臂扭正。这一块有一个滑道，直接给它缩短。
两侧同样的变形，这块对起来。好，翻到后背来，打开这一块的位置，根部有一个小锁扣，这一块是护指的那一圈，而且是一个挺韧性的材质。捏着两个肩膀，把身体这一块一分为二，抠开，然后这一块的肩膀头子整个的旋转90度，把它立起来。然后把这个根部的轴再旋转90度，根部有一个滑道，顺着胸口前方这里往另一侧去推，推过来以后稍微的拧一下，把这一块的造型拼齐。另外的一根胳膊也是滑道，先给它拉出来，根部的滑道有一些紧，旋转一下角度，把它拼上，这样两侧的手臂就变成了后边的部分。脑袋顺着这个空间180度折叠到胸口里面，枪管的这个位置旋转过来，90度放平，再把两个胳膊夹在一起，扣子都结合，翻到后背来，腰部转横一个90度，然后顺着根部这里的双段关节整个的往后搓，这小方块折过来，两侧的裙甲拉起来，全部延展平。接着把胯部往下拉，根部这里的双段关节搓到下方来，让两条腿能对在一起。好，打开腿肚子后方的这块零件，然后把这里边的挡肉90度折平，外边的这个角再90度提上去，变成这个样子。腿部外侧的这片黑色的零件，根部有一个滑道，把它拉松。这块也是一个挺有韧性的材质啊，尼龙料子。然后旋转180度，锁回去，再顺着这一块膝盖的关节翻转个180度，外侧的这一块回归包上去，结合成护手的位置，再把裙甲顺着根部的第一段关节折下来，这块有一个小扣子，记得锁上。这个的结构转换其实还是挺巧妙的，用了很少的几个零件，毕竟它是一个极小的比例嘛，所以零件数限制在那里，又拿这种形状能把它完全的变成这个护手，和最后老威腿部的那个蝴蝶腿，哎呀，这个真的很巧妙的一个小零件的形状转换。全部对上以后，就可以把双腿中间的扣子结合了，夹住。现在变形差不多了，就最后一步的密合。但是呢，这一款上面的问题出在哪儿呢？这里有4个扣点，这2个锁下方，后边这里的2个凹槽对应这里特别小的2个凸点，但这4个点不足以支撑，它扣上了，只是一个定位的效果，没有插的那种很结实的紧实感。所以呢，甩一甩倒是也行啊，可是一碰就开。再翻出里边的小扳机，扣住小方块，护指的位置插到双腿的中间。那么这一把小小的 P38我们就变形完成了，枪型的样子其实还可以啊，尤其在这么点的尺寸之上，已经能做出来这样的结构，挺厉害了。在这么有限的零件尺寸上边，以及这么简单的变形步骤之下，老威人形的还原度很不错，枪型也能做个7788，其实就可以了。对于一款极小系列的玩具来说，目前照顾到的这2个形态，其实已经能让人很满意了。再加上我一直在说银河玩具社这个沉甸甸的分量，真好的手感。最后我们再把这些装饰零件插一下，但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，后边枪托这里的2个扣子啊，插到脚的后方。虽然说通过这2个扣子可以把这枪托插上去，但是很松啊，稍微的甩一甩就掉下来了。这一块只做一个插合结构，这个尺寸上面可能不好控制，再加上尼龙料子很容易缩啊，所以其实从下边这里如果做2个燕尾滑槽，跟这样滑上去，
这个的锁定感觉会更好。但总归来说，人形和枪形在极小系列这么点的尺寸上面兼顾的效果都还不错，而且变形难度并不高，转换的过程也是非常有趣的。缺点方面的问题嘛，还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一块，要是能做成2个滑动的燕尾锁，就不至于掉下来了。还有就是在品控上边加强一下，这个裤衩刮花的这种现象，真的放在正面特别的难看。我挺喜欢这个设计的，而且小小的那个人形态竟然拿捏得很到位啊，足以见得这款设计师也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啊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款小小的威震天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集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